大家好，我是面具人，观众朋友们，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呀！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昨天咱们说到了美国抢了法国核潜艇订单的事儿了，对吧？目前世界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分裂出来了多种大阵营了，有点像三国时期的三分天下了。中俄共产主义最强的3个英语系国家重新结盟，下来呢就是欧盟了。这就是全世界最强的3股势力了。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最近一段时间的一系列的骚操作啊。中东撤军让欧洲的菊花直接暴露给了中俄，然后呢还抢了法国的订单，然后呢说是要报复人家阿富汗的塔利班，结果呢还炸错人了。面具人，我今天呀算是想明白了啊，这个拜登抢了法国的订单，相当于美国放弃中东呀，更深层的意思就是放弃欧盟。所以呢，你看啊，现在这些大阵营之中啊，欧盟现在成为了有点那种弃子的感觉。欧盟现在是这几个阵营当中最危险的。面具人，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啊，欧盟绝对会在英语阵营或者是社会主义阵营当中选边站。二战后的世界新格局被打破了，而打破这个世界规矩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习近平。牛逼！在世界重构的这个过程中呀，全世界的中央金融都会面临不少的挑战，不管是中国还是美欧，只要你在这片土地上不喜欢这个国家的人，都会考虑搬走到别的地方移民之类的，对吧？那你说这人都要走了，钱自然也会走的啦，对吧？你在各国想要往外转移资产，必然是不会通过中心化金融的，成本太高，而且呢，有些国家还不让你把钱转出去，比如中国，对吧？那相比之下呢，你更会去选择中心化金融，对吧？而且呢，还要保证自己的资产转移或者留存的过程中不贬值，所以呢，DeFi 项目呀，就在最近非常的火热。今天呢，面具人就会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DeFi 的前景如何，我们现在是否该入场投资 DeFi？ 如果说要入场，究竟该怎么入场，怎么持有？好，节目前半段呢，我则会讲一下这个非常要命的数字人民币要和手机 SM 卡绑定的事情了。还有呢，那就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事情啊！面具人，我找到了一个，学校的学生吃出来蛆的视频。这一堆堆的蛆还在上面爬呢，可把我给恶心坏了。就是这2天才发生的事儿啊！这个视频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下去，我等会儿在节目的最后放给大家看啊。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顺便呢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比如 Facebook、Twitter、Discord 之类的，然后呢附上我留言区里面的标语，截图发送到面具人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XZ 植物类的蛋。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命呀！离线无网络也能支付，中国电信数字人民币正式上线。中国电信的数字人民币啊，据介绍，用户可以在易支付 APP 中一键开启数字人民币钱包，再通过实名认证绑定银行卡之后，就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进行存银行、换货币、转账等操作。面具人，我有点警惕了啊，就是这个数字人民币钱包里面的钱既然跟你的人民币是一回事儿，为什么还要绑定银行卡呢？然后嘞，把自己银行卡里面的钱充成数字人民币再进行消费呢？为什么？这个电信呀，它出了一个这个数字人民币的系统的 SIM 卡功能啊 ，SIM 卡。然后嘞，这个 POS 机呢也要同步更新。现在有一个叫做钱到了的 POS 机，已经具备了数字人民币的 SIM 卡支付扫码的功能，读取的功能，也包括了传统的 NFC 收取读取数字人民币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信在10月底以后呀，
还要再试点推出电信 SIM 卡硬钱包的功能，支持离线收付款。那这个点就很重要了。面具人问一下你们在座的各位，出门要不要用电话卡、流量卡 ？OK， 你如果要用，那你就必须要被数字人民币锁定。目前来看呀，数字人民币可以刷卡 NFC， 用那个硬卡来刷。现在呢，又支持了 SIM 卡。之前呢，还有人说那个可视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傻不拉几的不方便呢，对吧？哎，你给党提建议，党很感谢你哦。你看，我党立刻就改进了，把这个数字人民币硬卡钱包缩小到了 SIM 卡里面。哎，说到这儿了啊，面具人我就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这个数字人民币不用行不行？不用不行，对吧？关于数字人民币啊，大家只用记住，你的钱是存在党的服务器手里的，并且呢，这个钱党想要发多少就有多少。你的数字钱包仅仅是有一个调用的权限，能不能调用，调用多少，用在哪儿，都是党控制的，懂了没？这个权限并不在你手上啊。整体的调用权限能不能用，还得看党给不给你批，每天能用多少。而且呢，大数据可以控制你的一切缴费行为、支付行为、交互行为，你躲都躲不掉。正所谓抓紧钱袋子，抓紧了你的钱袋子了以后，就可以控制你人的行为、你的行踪，你根本就躲不掉。而且呢，党想要以各种各样的条例去罚你的款，你更躲不掉。以前呢，在中国，被那些莫须有的一些规章制度给盯上了，罚钱的。那如果说有点关系的话，走走关系还能把这个钱少罚，甚至是免掉。可是呢，以后的中国人呀，甭说什么关系不关系了，就是党今天出一个条文，明天出一个条文，该罚多少钱，你们根本就没有商量、后退，还有这个反抗的余地，直接就把你的钱扣了。听懂了没？在这种情况下呢，党掌握了上帝权限了以后，你想想，有权不用是傻逼嘛，对吧？有韭菜不割是傻子。所以嘞，今儿出一个条例，明儿出一个条例，然后嘞，数字人民币钱包自动一键收割，甚至连一键都不存在啊，直接这个大数据调控，自动统一的就把你们的钱给调配了。比如说以后，这些红色贵族他们的口袋吃紧了，出一个法规，什么空气治理税呀、精神文明税呀、这个下水道清洁税呀、这个走路的不看马路的这个罚款呀，着装不合规则的罚款呀，对吧？各种各样的收入就来了，而你们只能为这些红色贵族的罚款、这些红色贵族的口袋，为他们在海外的这些情人、小三、二奶、私生子的好吃好喝潇洒花钱而去努力的奉献劳动力干到死，你这辈子也不可能有他们1/10甚至1/100000001/1000的好日子过。懂了没？可以说这个大数据加数字人民币可以控制你的一切。目前呢，也就剩加密货币领域共产党难控制，记住了是难控制，并不是控制不了现在加密货币领域还是有着一定的窗口期，可是这扇窗户的门很快就会关上了，用不了多久，知道吗？就像面具人前年、去年一直在警告你们，赶紧出国，再不出就来不及了。结果呢，你看现在想出都出不了，有钱也出不了。去年我告诉你们，赶紧处理自己的房产吧。有些我的观众还是那些还持有恒大的房产呢。结果到了今年，你们看，房子很难变现了，对吧？不听我的，活该。现在加密货币的这个窗口期的门也正在逐渐的关上。你想换 USDT 或者买币这个都要被
非常严格的监管，甚至呢，有些人现在为了买 USDT 都已经是线下面对面现金交易了，否则呢还能咋办啊？用户之间转账的话，很容易被封号封卡，对不对？记住，时间不多了啊！到了明年的这个今天，你有可能回过头再来看面具人的视频以后，后悔，就跟今年后悔去年是一样的。所以面具人在这里啊，建议大家要买币就趁赶紧吧。那么说到了加密货币投资啊，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投资方向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吧？选错了方向，钱就等于白花了，对不对？甚至还会亏钱。那这个方向究竟是选择比特币、以太坊呢，还是说这种新兴的 DeFi 去中心化金融类型的币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以太坊啊。比特币目前呢，它也就是持有量广，但是呢，它的应用面来说不算很广。以太坊的应用面也算很广了，但是呢，以太坊的这个被动收益啊，非常的有限。其实呀，货币的本质是共识和实用性的结合，但是你说这个货币光有共识啊，那么它的价值上升空间就会非常的有限，因为它的实用面窄，始终是很难变成现实的物资，对吧？或者是一些能够消费的东西。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说，比特币的涨幅大家也都看到了，几个月以来，涨涨跌跌，冲破5万都难，连20%的涨幅都难以做到。目前来说呢，比特币也就是合约呀、波段的玩家喜欢玩。现货的话呢，面具人建议大家把目光放在 DeFi 去中心化金融上面。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啊，目前全球排名前55位的银行持有了近94万亿美元的资产，这其中哪怕是只有1%的客户参与到去中心化金融领域，也会有1万亿美元而涌入到 DeFi 领域，对吧？这还只是前55位啊，全世界各国的银行多到了数不胜数，对吧？光中国的银行你就数不过来，不过中国银行里面的钱以后肯定是很难取出来的了。乐观来看呢， DeFi 的规模可以达到2万亿左右，但是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 DeFi 目前的总市值是多少钱不？613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个市值要达到那所谓的1%的资金流入的所谓的理想状态， DeFi 至少还有30倍的涨幅。好，我们就按照理想化目标的1/10去走啊！你说这个30倍的涨幅达不到，对吧？咱们只算1/10，不难吧？那也有3倍的增幅，对不对？而且呢，有数据支撑了这种可能性。大数据显示，2021年第2季度，超过了1000万美元的大型机构交易占了 DeFi 交易的60%以上，而且呀，别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比例不到50%。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 ，DeFi 正在快速升温。相比于那些只能交易的币啊，DeFi 的吸引力无疑是更大的，更别说现在全球加息呢这些传统的中央性银行也都在增加自己的被动收益，对不对？那么这种纯粹的炒币呀，或者是被动收益非常小的币，跟中央银行去对刚的话，肯定刚不过嘛，除非你的被动收益能碾压中央银行的被动收益，对不对？那么 DeFi 就可以做到。相信在未来呀， DeFi 很可能会蓬勃爆发，并且呢，早期加入 DeFi 的投资者，你就可以获得很高的被动收益，帮你抵抗下跌的冲击和通货膨胀，和你的货币贬值，和你的转移资产时候的亏损折损。就像香蕉币现在跌了，但是面具人我还是不亏，涨回去了我更赚，因为香蕉币每个月有15%左右的收益，我已经拿了2个月了，对吧？它现在跌了咋了吗？跌了无非只是把我这2个月的收益给跌掉了。如果说涨回去了，是不是更赚？大家要注意啊，DeFi 类的项目呢，
更适合做长线投资，至少你也得持有几个月，除非呢是遇到了非常大的行情上涨，涨了非常多的情况下，先出掉本金，然后嘞留下盈利，比如说这个币翻倍了，你出掉一半，留下一半，对吧？那你以后每个月都是纯赚，而且这个利润也非常的大，对不对？每个月都有被动收益，就这个被动收益都相当可观了。当然了，随着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进场，那么能够质押挖矿的量也就会被分配的减少，收益呢也就会降低。总体来说呢，就是啥生意肯定都是做的最早的人最赚钱嘛，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认可吧。你看手中要是有蛋糕币、平头哥、海豹哥、香蕉币这些币呀，你把它拿稳了，等到它大涨了以后，30%、50%涨了这么多了以后，你就出掉本金，然后嘞，以后就剩下了稳赚，对不对？多好的！当然了，面具人我最近还有一些比较好的 DeFi 类型的币，也会优先的在我的会员群和交流群里面公布的。那节目最后呢，放一个震撼视频啊！你看到了这个视频，你再想一想我的这个问题：你在中国就算赚到钱了，你花钱买的学校给孩子吃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恶心样子？你看看这个视频你就能知道了。所以说呢，赚多点钱，转移资产跑路吧。这个社会有多恶心，已经是恶心到了，你看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你躲不了，你逃，甚至有可能都逃不掉。那最近我免费限时公开的 Telegram 交流群啊，这个进群的链接就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和评论区。当然了，我肯定是把最早的、最及时的消息先公布给我的会员群友的。如果大家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的，请下载 Telegram， 搜索添加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我们群里面再见，祝你好运。好，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恶心的视频吧。